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尤其在水上哦，谈到解放军的威胁，刚刚特别提到的嘛，美国他寄出了他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五角大厦特别提到，我们要今天关心有关于大陆的航母，因为美方是这样说的，预估了做了一个战力分析，2035年大陆的航空母舰数量将会达到9艘，代表说，中国海军现在正在以非常超越预期的速度追赶上了美国用70年累积的一个海权的优势吗？缩小和美军目前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差距。但是呢，在此刻也有人出来酸哦，这是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他这样说的。他说，虽然大陆持续扩大他的航母舰队，这是一个大事，没错啦，但是呢，也未必代表说他到2035年有9艘航母都能够真的发挥它的实战力。针对这样子的言论，不知道舰长怎么看？另外，大陆在10年内这边说航母舰队会来到9艘，如果成真，会改写印太海军势力的版图吗？你怎么看？如果9艘的确很惊人，那但是不是9艘呢？这个我个人保留这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啦，这是一个军备竞赛的一个号角响起，然后要让解放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中国人绝对不会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无法测知解放军到底要造几艘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打击群的规模来推知它大概有几艘航空母舰。为什么？我们现在来看啊，每一次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出来的时候，都会出现的标准就是055的万吨驱逐舰，因为这个055万吨驱逐舰的本身，它除了有高功率微波、有米波雷达可以反逆中载具之外，另外它有那个上百座的垂直发射系统，它就是一艘标准的防空指挥舰。那如果现在来看，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一艘唯一的一艘还没成军啊，加一加也不过9艘嘛。那如果9艘，大家觉得这刚好，错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实际上也经常的发现055万吨驱逐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就是他们的除了我们讲到说提供给打击群之外，另外它还要维修啊，它还要训练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哦，绝对不可能是9艘。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它055还会继续做啊。的确是因为它055第3批，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实际的状况。根据中国的国防预算，他们是在2027年之前要交付12艘的动555战舰了。这中国他们国防部的内部规定。对，那但是呢，那12艘的话，那到目前为止也只差3艘嘛。那只差3艘，其实数量不大。12艘，它9艘，那剩下3艘，难道是北部战区、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各1艘吗？也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个9艘其实也就是鼓励中国赶快发展。另外有一个部分，大家有发现吗？也就是大连那个舰体学院并没有扩大招生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人从哪里来？我们不要一直讲军舰。军舰是硬体，真正重要的是软体的人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个人研判，这个有关于9艘啊，那一点机会都没有，不是中国大陆没有能力，只是他没有这个意愿啊。但是呢，他会继续的造，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福建舰只是电磁弹射的第1艘，那它还会再进行改进。那另外等一会儿会讲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核动力的部分。核动力的部分现在正在大连造船厂在做啊。那这个在大连造船厂呢，其实大家都认为在大连造船厂这个部分呢，其实好像是一个假消息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照片非常多。但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什么时候为什么货柜轮要使用核动力？货柜轮为什么要使用核动力？其实没有道理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例如说这个中国大陆它的一个输往欧洲的这一些电动车，它自己用的是双动力，也就是它使用的是 LNG 跟那个一般传统动力2种
那个辅助使用。对。可是为什么要用核动力？因为核动力就是一个试验的载台，因为它用的是土反应器。土反应器也就是现在大家认为最可能装上航空母舰的。那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的照片来讲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来讲，大连那一艘应该已经坐实就是核动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那它还要测试啊。我们讲到说这个测试的期程，其实虽然它在这个我们讲到说货柜船上面已经测试过了，可是放到军舰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还要搭配的是中压直流系统，然后一起来做那个测试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9艘断无可能，但是数量绝对不是现在的3艘或者是4艘而已。好，诚如这个舰长帮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航母的数量，我们在讨论之外，还有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就是航母它未来这个核动力航母未来的心脏核反应炉可能会使用哪一种？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正在研发的就是这种土基熔岩反应炉，它有一些现在说是比较可能去使用这一款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效率高，然后它的重量体积比较小，节省的吨位还可以把它改作为是设备啊舰载机，在这边可以提升它的综合作战能力。那当然也有过去比较传统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直接用优先移植093级核潜舰上面成熟的技术压水反应堆，哪一个比较有可能？也要请教委员。应该还是压水反应堆啦，因为以目前空中照片拍到的2座反应炉的尺寸蛮大的，应该还是核反应堆的一个尺寸啊。那第二个啦，所有的航母啊都是2座核反应炉，如果是的话，潜水艇也是啊，潜水艇1座，潜水艇1座，这航母一定有2座，因为潜水艇的任务没有像航母那么复杂，航母要提供动力、提供电力，对啊，而且还有5000个人在生活。对，它那个容量这个要非常的大，对，而且有的时候要维修的时候不能整个停机啊，所以至少都要有一个反应炉能够动。还有个重水的，还有个重水传统的重油的，比现在比较少，航母没有用哈。那这个压水式的反应堆它基本上就是用高压把冷却水弄到那个核反应炉的周遭，把热带走，所以核反应炉的热度啦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上面，然后带走了以后变成高压蒸汽，高压蒸汽就来推动这个涡轮啊，让这个整个核动力可以进行。但是如果是土基熔岩堆的话，它的冷却是熔岩。它的冷却剂不是高压液态水，1700度的盐呐，就是把盐液化，超高温，对，液态的盐，液态的熔岩，但不是一般我们吃的熔岩，对，不是，更精化了，更精化，不是我们吃的盐，但是是盐卤没错，是盐卤没错，那不是我们吃的盐那因为它的稳定度比较高，而且土基比较便宜因为它用土是用多少？用土好像用那土232然后如果是这个压水反应的话，它用的是铀235，那土232因为取得比较方便，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用的是熔岩来冷却它会产生一个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为什么？因为盐是会附属所有的材料的，而且管线又很复杂，所以它的故障率会非常高。所以到今天一直都在研究，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商转，就是材料科学还找不到一种说我放在这边的时候，它的零组件损坏率可以低一点的，到目前没有就是包括大陆已经做出了这些土基熔岩这样的反应堆，但基本上目前为止它只是比这个欧美国家做的这个时间寿命来得长一点，但是还没有到的。可以你在海上耀武扬威的地步，因为海上的盐分更高嘛，你里面有盐分，外面有盐分，那个维修起来是一个负担很重。你总不能说航空母舰要出去作战了，一面作战一面维修，这个对这个航空母舰的指挥作战人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那我们这所以得到个结论，说洞4应该是双核反应炉。OK， 因为美国所有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全部都是这个双反应炉那第二个，我们觉得以目前来讲土基熔岩堆太先进了摆上去
不够适用，所以还是用传统一点的，比较可靠。好，这边一边是看到了美国看到了中国大陆航母快速的建造，那另外一边呢，美国当然也是持续的踩下油门，所以他最新也宣布了他自己的这个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呢2号舰甘乃迪号会提前也就是明年初的时候就会展开首次的海试了。但是眼前确实它有一些残酷的事实，就是说甘乃迪号其实原本是2018年要交付，到现在其实呢它已经就这样一整整拖了7年的时间，最新的一个进程，它是到2027年3月才能正式的来做交付。那它确实战力也非常的好，现在的问题其实只是说它到底能不能这么快速的造出来。它的战力包括它可以操作 F-35C， 还有未来可以搭配它的黄鲷鱼作战半径，还有它的控海制空能力都可以因此大幅提升。宽哥怎么看？我们现在谈两边的硬伤哦。现在中国航母的硬伤，各位硬伤就是很简单，它吃油。航空母舰吃的油特别复杂，飞机要用油，它要用航空用油，航空用油，海军的跟空军的又不一样哦。然后呢，需要重油推动引擎哦。那各位还要发电机，所以还需要发电柴油，所以上面呢很大的空间全部都在装油了。美国的硬伤是什么呢？来跟各位谈哦。11月17号，美国你可以说它叫国防部，也可以说它叫战争部，部长叫赫格塞斯。赫格塞斯在对全美国的国防供应商的时候，直接说，他说了什么呢？这次说的可是重话。他说：“我们美国已经欠了北约、日本、韩国、台湾跟澳洲等等太多的军备，无法交付。目前包括了飞机、包括了雷达跟相关的一个飞弹等等，我们的进度是严重的落后。所以如何加强美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所以这时候各位硬伤就出来了。还记得今年出来的那个数字吗？中国的造船的一个速度是美国造船的速度，各位不是10倍。”不是100倍，是232倍。目前中国包括了中船、大连、江南、沪东、扬子江、外高桥等等，制造了全世界高达70%的一个商船。可是各位，它是以强大的钢铁去作为制造的一个能量，加上有很强的轮机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看的就是说，那美国这个时候要怎么追？因为美国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伤，其实各位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哦。其实目前包括了伯克级跟神盾级都已经30年了。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说，哎呀，从明年开始过去美国的总统是要回天家之后用一艘航空母舰用它来取名的，川普直接说我要更弄一个川普级，对，那我一个川普级呢，各位要35000吨，要 SPY 6型的，等等等等的，开的号码非常非常大。那为什么这么大呢？其实川普也急，可是川普急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因为他把日本的他把韩国的韩华造船直接引到了美国费城的海军园区。那个海军园区很大美国的包括圣地亚哥的海军园区、费城的海军园区等等，那个都非常非常大。那为什么呢？他们就是说，我们美国人造不出来，我们请韩国人来造，看这个能不能突破。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呢，双方开始在做整个军武了。但其实呢，刚才我们2位先进其实也都应该了解各位，你们知道苏联怎么瓦解的吗？苏联就是跟美国那时候在拼太空竞赛的时候，后面导致于经济的一个崩解，所以后面才裂解为15个国。所以今天呢，包括了俄乌战争等等，这个都是过去引下来的。所以重点是在于说，双方有多少的制造能力，双方有多少的资本，双方有多少的一个能力。但回头去说现在美国急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他们其实无论是在无人机，无论是在战舰，无论是在飞弹，很多人都想说飞弹的制造怎么制造？其实飞弹的制造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例如说5金件，这个是非常难以制造的。而可是现在中国的无人机我根据我个人所看到的，无论是商用的或者是类军用的，各位他们都已经是关灯工厂了。关灯工厂是什么意思呢？包括了机械手背，包括了雷射的定点，包括了大规模的一个产线，都有办法开始来使用。所以就现在来说，为什么美国急？因为美国急的过程当中，美国发现，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制造能力是全世界的40%，可是今天美国的制造能力只有全世界的12%，而美国的物价又这么高，又缺工，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下水饺的战术、战机跟战舰，他们看了，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到美国的制造是跟不上的。好，谢谢宽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